美国拜登政府日前颁布的通胀削减法案，其中对于电动车发展的规定，意在保护美国本土供应链，也将中国排除在外。不过，这一规定波及美国的盟友欧盟和韩国。欧盟表态正在评估这一政策是否违反世贸规则，而韩国舆论直指这一政策是背叛，并有意与欧盟合作，一起反击美国的电动车补贴新政。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日前透露，欧盟正在评估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中关于电动车补贴的政策是否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准则。他说，欧盟对通胀削减法案中的一些歧视性因素感到担忧，这些因素提出了本地材料和本地生产的要求。不过，他也强调，评估仍在进行中。本月初，东布罗夫斯基斯还在一次线上会议中告诉美国贸易代表戴奇，通胀削减法案相关规定可能会歧视正在增加电动汽车产量的欧洲制造商。美国能源部此前公布了大约30款符合补贴条件的车型清单，但不包括德国和其他欧洲制造商生产的数十款电动汽车。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上月正式落地，为促进电动车发展，通胀削减法案中的一项条款规定，消费者购买清洁能源新车能获得最高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但获得补贴资格的前提条件是，不仅要求汽车本身在美国组装，同时也要求电池所用的原材料也得有一定比例源自美国本土或美国的自贸伙伴。美国以前批评其他国家就是你们是在制造不公平贸易，但其实这也是他在这个具体政策中他自己在做的一些事儿，也体现出来美国对外经济政策这个名义一套实际一套的这样一种内在的一个悖论和虚伪性。对美国电动车补贴新政不满的还有韩国。不同于欧盟相对克制的态度，韩国直接表态称这一政策是背叛，并将积极考虑向世贸组织申诉。韩国政府上月底表示，有意与欧盟合作，一起反击美国的电动车补贴新政。目前，现代和起亚两款车在美国十分畅销，是美国电动汽车销量排行榜前10的车型。但这两款车都是在韩国工厂生产并出口至美国。按照新规，这两款车型从2023年开始将无法享受税收抵免，而且现代和起亚在美国的工厂要到2023年才开始建设，要满足实现北美组装的条件还要花更长的时间。同样受新规打击的还有韩国另一大主力产业动力电池。美国车企的动力电池供应高度依赖中韩供应商，而韩国电池企业在上游供应链方面高度依赖中国企业，这意味着使用中韩两国企业的电池，车企都将无法获得补贴。对此，韩国各界对美国不满情绪高涨。彭博社报道称，韩国一名高级官员表示，韩国将这一新规则视为背叛，有可能导致韩美这一亲密盟友之间的经济和安全合作复杂化。还有韩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可能会考虑是否暂停与美国在其他领域上的合作，如芯片行业。本来其实美国在这个领域里面它是具有相对的竞争优势的，但是呢，在这次的这个法案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产业倾斜的一个或者产业补贴的一种这个新的举措。那么这对于很多这种比如说像欧盟包括像这次韩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在他们眼里这就是一种不公平贸易。不过，美国对电动汽车实施地方保护却可能损人不利己。美国汽车行业组织也对这项政策不满，他们抱怨获得优惠的条件过于苛刻，会造成大多数电动车都没有资格享受税收抵免的结果。时代杂志就指出，当前绝大多数矿物、组件和电池都来自中国。美国车企想要拿到这7500美元的补贴，只能通过调整供应链来完成。但由于中国企业在动力电池供应链的多个环节拥有垄断优势，美国企业想重建一套完全不依赖中企的动力电池供应链，付出的成本将十分高昂。有分析认为，在计算美国企业需要为调整供应链付出的时间和资金成本抵消掉新增成本之后，7500美元的补贴已经所剩无几。雄心勃勃的补贴计划最终却有可能白忙一场。美国的保护主义也让中欧新能源合作提速。在7月底通胀削减法案公开之后，中国企业马上放缓甚至暂停了对美国的投资。新能源电池龙头企业宁德时代很快宣布了匈牙利建厂计划，投资73.4亿欧元，约合500亿元人民币。
中欧经贸合作带来的是双方的互赢。中欧商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欧洲前10大企业，其中包括5家德国公司和5家欧洲其他国家的公司，仍然在中国投入大量资金，没有一家离开。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日前表示，欧洲不仅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需要中国，在碳中和、设备、软件等方面，欧洲也都需要和中国有更多合作，尤其是研发领域。伍德克表示，欧洲需要中国的胜利和繁荣，双方不能与彼此脱钩。